夜的月光洒满琴弦，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，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，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线。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，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，见或不见，都在痛的边缘。那把为我挡雨的伞，残缺不全。月初与你相见，月落再不相见，月初无限眷恋，月落转瞬千年。皇上，子楚，你来干什么？寡人又没有废后，你依然是大秦的王后。寡人的宠幸，你也没有权利拒绝。还是你以为只要寡人同意，你便和那吕不韦旧梦重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失去了男眷，可我……闭嘴！寡人不想再听了。寡人不甘心，寡人好不甘心啊！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既是夫妻，就应该一同去面对。子楚，这世上还有秦王解决不了的难题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皇上，请您立刻离开。如今春风得意的米良人，谁得罪你了？皇上软禁了王后，却深夜前去探望，可见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。真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女人，连一句软话都不会说，皇上却待她如珠如宝。只怕将来醒过神来，
王后还有复起的机会。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要像你一样，需要向男人献媚才能生存吗？赞赏你的敌人，贬低你的同盟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我宁愿要一个昂着头的敌人，也不愿意拥有匍匐在地的同盟。你好了，都是小事，为了大局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太后，如今王上的一切饮食都由我来照应，未免再生事故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愚蠢！你以为白仲拥有手中的2万军队便可高枕无忧了吗？且不说蓝田驻军，整个咸阳城的护卫军都难以对付。你是想拿着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去冒险吗？那你说该如何是好？只要得到虎符，一切便可迎刃而解。虎符？您是让我去盗虎符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思罗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可都是为了你的儿子成角。王后可不是一语之辈，若有朝一日她掌了权，第一个怕是就要拿你试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些贱人下菜碟的东西，竟敢如此冷待王后！王后，一些小事不值得生气。我肚子饿了，觉得很香。不愧是大秦王后，好气度，好忍性啊！你还真敢用啊！不怕我下毒吗？千辛万苦的筹谋，眼看大功告成，你当然要我亲眼目睹你的成果，才赢得痛快啊！你呀，真是我见过的最虚伪的女人，永远都是一副谦恭的态度，为自己博取名声和喜爱。到了现在，还能端出一副笑脸来对待对手，真能忍。公主过奖了，你才是我见过最任性的女人呢。公主，这个称呼好久没有人换过了。南郡发生瘟疫，你笃定我会去？你比谁都关心大秦的臣民，比谁都在意大秦的未来。你是太子的生母，怎么能够容许在他当上大王之前，大秦就陷入一片混乱呢？更何况你的内心总有一股血勇之气，对琼华和殷小春，你都是一样。明明不关你的事，可一定要去管闲事。我要告诉你，意气用事、惩恶扬善固然痛快，但是往往也会将你逼入绝境。公主真了解我的弱点，连我落到这个下场都想好了。我就不明白，华阳太后想要争夺大秦最高权威，米斯罗想要立成角为太子，你又想得到什么呢？当然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丈夫了。公主，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你还没有死心啊？为了他，我抛弃了属于自己的一切尊荣，
到了现在，怎么可能轻易舍弃？得到或是毁灭，二择其一，没有退路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公主自便吧。好好吃吧，过段日子连残羹冷炙都用不上了。公主，怎么，愿意求饶了？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你是大秦公子子熙的爱妻，将来再得到子楚100年之后，你的棺椁之中，你和谁合葬呢？好毒的一张嘴啊！我倒是要看看，等你的儿子身死人手，还笑不笑得出来？王后，你何必刺激他？向他求饶，他便能就此罢手吗？横竖不能，气气他也好。用膳吧。王后，看来我真是高估了他的人品。怎么这么多沙子？谁叫你过来的？有活口！琥珀，去取药来。诺。你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快回来坐下。你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你送出宫去了。手。王后，您真不该逞口舌之快。如今王上宠爱不在，你也陷入危险之中。王上封锁了消息，只说你还没有回宫，连太子那边都瞒过去了。若他在，至少还能有个转圜。能再给我讲讲他的事吗？谁？琼华。你来雍门宫好几年，和我说过的话不超过100句，每次开口必问琼华。看来你这个姐姐，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所有人都说她是祸国殃民的妲己褒姒，偏偏人却活得那么张扬。便是惊鸿一现，也让人刻骨铭心。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，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。一个女人能活到这个份上，亦是一种成功。你刚才问我，
为什么要逞一时之快与王上离心？我想说，所谓的贤良淑德、斗争智慧，充其量就是一种妥协，向这个世道妥协。一个女人活在这世上，绝不是为了求一个好的姻缘，寻一个锦绣良人，而是为自己活着，痛快地活着。这是我从赵国王后身上看到的，亦是从琼华身上学到的。让我虚与委蛇地与丈夫新欢周旋，为了大秦王后的富贵权势哑忍，还不如死了畅快。你的手包好了，记住，你得每天换药，让琥珀帮你。公子父，你疯了！脚跟还未站稳，便急着铲除王后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局着想，斩草不除根，必留大患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大局，你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。他究竟有什么可怕，让你恐惧到这个地步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夜那2个人都折在了幽门宫。她只是一个失势的女人，杀了又如何？人家正在瞌睡，你便去送枕头。若不是华阳太后封锁消息，不让王上得知，今日王后便可彻底翻身。你在宫中平安无事，不过是他懒得理会。你当真以为自己那点小伎俩能够和他相争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轻举妄动。若是坏了我的计划，绝不轻饶。公子父不必动怒，我不会再轻易妄为了。虎符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王上的病情如何？王上的病情又加重了些，近日来连看文简的精神都没有了，还是让患者令念给他听的。一日有半日都在昏睡。白将军的大军到底何时能到咸阳？他是平叛的功臣，堂堂正正率军回师，不出3日便可到达。蒙骜将军率军攻魏，如今大军正在向高都进发，顾不上秦宫内乱。各郡县驻守的地方兵若无征兆，也不得轻举妄动。王公卫尉都已归顺，便只剩下驻守咸阳的护卫军。能不能让手中的虎符发挥作用，便要靠你了。拜见特使。王上接到密报，南郡瘟疫蔓延，其他郡县动荡不安，有人想趁乱潜入咸阳，图谋不轨。王上诏令，令我全面接管，兵入咸阳。虎符在此。特使大人，这调动守卫咸阳的屯兵可是大事。王上这次怎么不派患者令，或者是王？依秦律，虎符在手，秦王诏令应立刻传达，不可有片刻激留。中尉大人，您是想抗令吗？一个女子竟敢冒充宫中特使，说虎符从何而来？拿下！你们不过3人，就算杀了我，又如何能驱使4万屯兵？简直痴心妄想！中尉大人，您的父母、妻儿、全部亲族，如今都在我们手中。我劝你，还是乖乖和我们合作的好。纵然你杀我全族，我也不会谋反叛乱。吕不韦骄横跋扈，把持朝政，
王上欲剪断他的羽翼，另行委派大秦相帮。吕不韦怎么会束手就擒呢？请护卫军入咸阳，只不过是想镇压逆臣，以防不测，绝无犯上作乱之心。挟持王上发号施令，纵然不是谋反，亦有夺权之心。中尉大人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再做决定。这些护卫看着都眼生，难道是换防了？是太后。老奴也发现最近宫中守卫严密了许多，卫尉日日在宫内候命，老奴平日要去哪里，从来无人管束。如今换了一批新卫，总是不免一番盘查。连你都盘查？这是王上的诏令，任何人出入宫禁，都需要接受严密的盘查。哼，走，我要立刻去见子楚。皇上，该用药了。皇上，婢妾知道您不耐烦，可是天下的良药皆是苦口，医师说了，只要再服上几剂药，身子便能大好了。是吗？婢妾怎么敢对王上妄言呢？所以还是请先用药吧。父王，太子，这个时候，你不在和师傅们念书，跑来这儿干什么？父王，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为何要软禁她？正儿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，回去。太子殿下，王后擅自出宫，惹怒了太后，让她静思己迫，也是太后的意思。你不配跟我说话。正儿，父王，我在问你，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为何要软禁她？谁准你这样对父亲说话？为何好处不学，偏学你母亲的桀骜任性？自正儿幼时起，便到处受人欺凌、羞辱。那段漫长看不到头的日子，是母亲陪伴我的。我从来只知游牧，不知父在何方，自然只会学他。逆子！父王，感谢你送给我的这份礼物，希望你记得，这一巴掌打碎了我对你最后的敬重。我现在真的只是个有母无父的逆子。太子言行无状，编20，求于取太公。什么时候认错，再放他出来。诺。太子，王上救我！此等货色，父王也看得上。太子殿下，王后不愿婢妾伺候王上，才会口出恶言。怎么连你也？尔是何等无有自知之明？拉下去！别碰，自己会走。王上，王上，太子年纪还小，又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受罚，所以才会出言不逊，请王上不要动怒，日后好好管教便是。真没想到，他竟是如此狂妄。听他的口气，简直跟他母亲如出一辙，丝毫不把寡人放在眼里。王上，
你也亲眼看见了太子的气度，绝对容不下我们母子二人。只怕将来真有万一，思洛出身卑贱，死不足惜。可是程角呢？有一个脾性如此暴戾的兄长，将来他可怎么办呀？所以王上，即使您再生气，也请您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思洛和程角将来还得仰仗您呢。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寡人累了，想先歇会儿。那婢妾再重新熬一碗药，王上稍后。拜见太后。子楚今日好些了吗？怎么听医师说他服下的药不太见效啊？太后，王上昏睡未醒，闭门谢客。任何人都不见，包括他的生身母亲吗？子楚说的。太后恕罪，的确是王上亲口所言，婢妾只好冒犯了。我怎么看，你整个人倒是容光焕发，像变了一个人。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发生了吗？这都被太后瞧见了，的确是喜事儿。王上要废太子，立程角。你说什么？唉，王后私自出宫，出言不逊，处处挑战王上的权威，连同他的儿子，也一并遭到了厌弃。今日太子闯宫，更是毁掉了王上最后一丝怜悯。这都是他们母子二人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他人。正儿是嫡长子，他从无过错，王上轻易废除，怎么面对宗室？怎么向大齐臣民解释？不行，我要见子楚，让他给我说个明白。太后，你平日不是最爱程角的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？走开！大胆！太后，思罗原本以为您会站在我这边的，现在看来，比起您向来疼爱的孙子，还是您的儿子最重要啊。既然如此，只好得罪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以后您便会明白的。送太后回宫。诺。思罗，软禁王上，胁迫太后，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你不顾惜你自个儿，难道也不顾惜自己儿子的前程吗？太后，我正是因为顾惜程角，才不甘心再为人鱼肉。同为爱子心切的母亲，你应该是最能理解我的吧？宋太后。太后，请。哼！谁？殿下，医师吩咐，请您安心静养，切勿焦躁动怒，以免伤口不测，留下后患。是你呀！我惹恼父王，已经失势，他人都离我远远的，生怕受到连累。你为何还在？奴是太子贴身监视，一辈子只能跟随太子，太子去哪，奴就去哪。想将我囚于殿内，没这么简单。我自有办法救出母亲。你下去吧。诺。
留下太子，后患无穷。是否该向公主请命，早日剪除后患？我虽然救了你，可是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陌生人，不必为我传递任何消息，也不必做任何多余的事。不能去。太后，王上病势沉重，我们该行动了。你好像特别着急啊，就是为了太子说的话？他们母子二人都瞧不起我，全是一副张狂的口气。早晚有一日，我要叫他们悔不当初。别着急，白仲大军一到，就是你扬眉吐气之时。公子父的剑术又见精进呢。阿氏，等等。请太后吩咐。公子父最近怎么了？总是魂不守舍的。公子父最近总是噩梦连连，醒来就大发脾气，奴婢得赶紧回去，不然公子父又得发怒了，请太后恕罪。现在整个王宫都在掌握之中，一切皆顺心如意。你说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总说自己看见了公子熙的幻影，估计是惊吓过度。太后，王上快醒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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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。你怎么了？患者令呢？为何不贴身伺候？连王上口渴了都不知道。患者令数日前伺候不周，被米良人逐出六阴宫了。寡人的眼睛，寡人的眼睛！子楚，吐！愣着干什么？这一世，诺。子楚，王上的眼睛怎么了？这说话。王上长期服用的药汤里含有大量的银杏和甘草，银杏积少成多，眼内充血，而每日过量的使用甘草，可能视力模糊，伴有剧烈头痛，日子久了有可能彻底眼盲。要想眼睛复原，只能暂时停药，但王上的……住口！王上，臣说的句句实话，绝不敢妄言。寡人眼睛好得很，再敢胡言乱语，寡人灭你九族！出去，全都滚出去！子楚，你千万不要动怒，等将来停了药，
眼睛自然会康复的。要是好不了呢？大秦怎会有一个盲眼的王上？若是让朝臣和百姓知晓，他们会如何看待寡人？6国的王皆会嘲笑寡人，寡人将沦为天下的笑柄。寡人不能下，寡人不能下，寡人不能下！来人！我没事。寡人一次次对你冷言冷语，为何你都无动于衷？难道你不觉得难堪，更不觉得心痛吗？我曾经说过，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什么都不顾。寡人这一路走来，已经失去太多。王后、太子，还有曾经辅佐寡人继位的相邦。蓦然回首，寡人身侧根本一无所有。你呢？还想从寡人身上得到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千方百计地来到秦国，想方设法加入王室，就是为了再见到你。不管是爱也好，恨也罢，我的生命注定和你纠缠不清。子楚，你听好了，别说你只是眼盲，即便是死，我都陪着你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皇上事务不清，可是真的？如此大事，真哪敢胡言乱语？王上离彻底眼盲，不过早晚罢了。近日王上卧病，只能食米汤。今日好不容易起身，婢妾特意准备了鲜肉，酒香都浸透了，您尝尝。嗯。将熟未熟的青梅更适合做梅汁，只是腌制之前要先去色。没人教过你吗？啊，48针的做法，寻常人哪里懂得？都是婢妾的疏忽，这就命人重新换过。嗯。你且在此好好照顾王上，我去就回。诺。
公子父，奴该死。怎么了？王上在这歇息，让你好生伺候，像个木头一样杵在这儿有什么用？公子父恕罪。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子楚，你身子刚刚恢复，这儿风大，我扶你回去歇息。嗯。良人，那蛇……记住，今日什么都没发生。诺。我马上派人去请尹小春，他肯定有办法救你。不重要了。你还记得寡人当年围治赵国时的情景吗？记得。那时秦赵连年交战，整个赵国以我为敌，衣食车行都是小事，可怕的是任意的羞辱和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暗杀。我可以忍，但正儿自小便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恐惧、不安、憎恶的情绪紧紧包围着他。初见他时，他便是一个喜怒无常、性情暴戾的孩子。寡人花了那么多心血，才将他培养成一个谦恭有礼、心怀大志的储君。可遇到半点不如意，他便又控制不住内心的兽性，变得凶猛噬人。那日，他看寡人的眼神，如同要弑杀亲父。若让他继位，第一件事情便是要杀了成教，诛灭反对他的大臣。寡人思虑再三，绝不能将大秦的基业交给这样一位任性纵情的孩子。以后总有机会管教。来不及了，寡人的身体自己最清楚，除了让成角继位，没有第二种选择。云卷风起何去？千溪流离，陌上别离。此生为情寻觅，韶华荏苒难追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化雨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当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